上集说到，路飞终于来到了佐岛，娜美一见到路飞就流下了眼泪，山治竟然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警卫们和看侍郎在与路飞等人一起攀登佐岛象腿的时候，不慎跌落下去，好在两人都没有直接掉进海里，尚存一口气。也不知道看侍郎哪来的创意，又画了一只老猫，颤颤巍巍的拖着二人重新向上攀登。看侍郎画的每一种生物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老猫好不容易带着他们爬到1/3的路程。结果岛上降下火雨，大水像瀑布一样从象主的身上冲下来，直接淹了老猫，把看侍郎和警卫们重重冲回到象腿。老猫十分顽强的坚持，但奈何实在是力不从心，痛苦的如同受虐一样。警卫们和看侍郎二人一看，实在是于心不忍，商量一下，决定暂时放弃继续攀登，择日再说。佐岛山寨里，路飞等人的到来受到毛皮族热烈的欢迎，岛民们拿出食物美酒招待路飞行人。索隆一看到酒就来了精神，端起大碗喝得起劲儿。毛皮族贴上来使劲的蹭他，蹭得索隆十分烦躁，大吵大骂。狗狗毛皮族旺达解释道，肌肤亲近是毛皮族示好的象征，只有对他们喜欢的人，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举动。索隆很烦，那也不能影响我喝酒。乌索普看着满桌的美食，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我素不相识，为何会这样款待我们？兔子毛皮族加洛特回答，因为你们是恩人的伙伴。乌索普想要问个究竟，结果被飞奔而来的布鲁克打断。大家看到布鲁克都十分高兴。此时布鲁克一身狼狈，衣服都被撕破了，看样子布鲁克刚刚似乎和人干了一架。布鲁克来不及和大家伙握手叙旧，面色严肃，神秘兮兮的把路飞等人叫到角落，低声说道，在这个国家，武士和之国这样的词尽量少说或者不说，否则的话会伤害到很多人，甚至招来愤怒和仇恨。大家一脸懵逼，这是咋回事？一问到关键的问题，总会有一些讨厌的人出来打断。一群狗狗毛皮族闯进房间，口水狂流不止，冲着布鲁克就是一顿乱啃乱舔。由于天性使然，这些家伙一看到骨头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尝一尝。现在山治失踪，草帽团成为毛皮族的恩人，佐岛又突遭袭击，一大堆迷惑的事情摆在眼前。等所有人都静下来之后，娜美终于缓缓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山治和娜美等人原本是守在桑尼号上，结果在德雷斯罗萨的近海遭到了大妈海贼团的主船女王妈妈圣歌号的追杀。大妈船上除了在渔人岛见过的2位大妈海贼团的战斗员之外，还有一个山治等人见过的人物，罪恶时代之一火焰坦克海贼团的船长卡彭匪帮贝基。贝基与贝克穆斯蛋蛋男爵站在一起，看样子他应该已经加入到了大妈海贼团的麾下。女王妈妈圣歌号调动船上的数枚大炮，对桑尼号一顿狂轰乱炸，准备将桑尼号直接炸沉之后抢走凯撒。山治得到了船长路飞的指令后，指挥布鲁克等人向大马海贼团发起反击。山治和乔巴配合起来，用凯撒将大马海贼团上的炮弹给弹了回去，炸上了圣歌号。纳美则用天后棒召唤出暴雨和大雾，众人驾着桑尼号快速逃离，很快就将圣歌号甩开。巧的是，佐岛的象主刚好就在附近。山治等人航行一段时间后，第二天就到达了佐岛。刚一登陆佐岛，他们就看到了一片废墟，以及被杰克一伙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毛皮族。那位讲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候，有人来报，佐岛的国王犬兰公爵醒了，点名要见恩人草帽一伙。大家只好暂时终止话题，与旺达一起向犬兰公爵疗养院走去。佐岛国有2个国王，分别是白昼之王犬兰公爵、黑夜之王猫腹蛇掌柜。这个国家有2个国王轮班守护着。佐岛的中心城市克劳乌都原本是一个平静安详的城镇，人们自在又安逸地过着每一天。直到17天之前，佐岛莫克莫公国的来访者之中突然响起，这是一个本不应该响起的嫡系之中。国家的城门被人用暴力砸开，一群凶暴的海贼入侵了莫克莫公国。来袭者正是百兽海贼团，带头的人是3灾之一，动物系古代种猛犸象恶魔果实能力者旱灾杰克。猛犸象状态下的杰克后面是一大群凶残的百兽海贼团海贼，海贼们闯入莫克莫公国，二话不说直接开砸。杰克宛如泰山一般俯视着四下逃窜无助可怜的皮毛族国民。这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叫做雷藏的和之国武士，马上把这个人给老子交出来。毛皮族的国民懵了，因为他们的国家里根本没有这个叫雷藏的人。有人鼓起勇气反抗道，不许你入侵到这里，快滚出去！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站在你们眼前的这位可是4皇凯多大人的心腹，大看板猛犸象号的船长，3灾之一旱灾杰克大人。杰克大人经过的土地就会像遭遇旱魃一样枯竭而亡，你们要么交出雷藏，要么就和我们干一架，打到你们灭国为止。这时候，一个猴子长老站出来，语气平和，表示并不想发生战争，但佐岛确实没有武士，如果不相信，可以挨家挨户的搜查。杰克怒了，一鼻子甩过去，砸烂了这边的房屋。狠锤看热闹的围观群众，无论是老人、小孩、妇女，杰克都不留情，下手十分残忍。杰克以王者的姿态看着人群，冷漠又霸道地说道：“我们是来和你们商量的吗？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把雷藏带到我的面前。”
毛皮族依然表示并不知道雷藏这个人。杰克暴怒，下令开战。手下的海贼逾越者团操起武器，冲向手无寸铁的平民。逾越者是百兽海贼团中吃下了人造恶魔果实却没有得到能力的失败品，他们只会发笑，战斗力几乎和街边流氓差不多。他们本以为这些平民百姓很好欺负，结果让他们大感意外的是，这些看起来友善弱小的毛皮族国民个个身手高强，就连小孩子都会格斗技巧，而且他们的特殊攻击技能里还带有电气属性的特效，打出去的招式可以直接电击对手，几个回合就将逾越者们纷纷打倒。猴子长老带着得意的口气缓缓说道：“这个国家可没有废物，我们毛皮族天生就是战士，就连婴儿也有防身技能。”猴子长老巴啦啦说了一堆话，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干架我们也不怕你们，要么我们一起坐下来喝茶聊聊天，要么我们把你暴力赶出去。杰克本来就是个好干架的家伙，一听这会儿毛皮族这么嚣张，那就干起来吧。他派出第二小队给付者团迎战，给付者是更高级的小兵，是吃下了人造恶魔果实后得到能力的群体，不过身体或多或少有些畸形，看着每个人都怪怪的。毛皮族看到杰克蛮横霸道，丝毫不肯让步，被逼无奈只好反击自卫。双方的大战开始，原本平静的国家瞬间变成战场。没有人知道杰克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岛上，没有人知道杰克为什么要找雷藏，但总之可以肯定，被这种狠角色找上门，这个叫雷藏的家伙估计也不是省油的灯。时间回到现在，旺达带着路飞行人向国王犬蓝公爵的疗养院走去。布鲁克小声说道：“这下知道为什么武士和和之国这样的词在这里是禁词了吧？一旦提起来的话，恐怕会激起民愤，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大家听完，紧张的咽了咽口水。只有神经大条的路飞丝毫没有听进去布鲁克的话，脱口而出，大声嚷嚷：“杰文们他们说的忍者居然不在这里，太让人失望了！”耳朵十分敏锐的旺达立刻做出反应，他从路飞说的众多词语中快速提取出了关键词“忍者”。伙伴们都吓尿了，冲过去对路飞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准备杀人封口。草帽团不会成长为一个大海贼团，船要狠起来，连船长都打。旺达追问草帽团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提到和之国忍者。路飞挣扎着还想说明一下，那么一拳头直接将路飞的牙打了回去。是患者，路飞他说的是患者，他想问患者的情况怎么样了。旺达听后很高兴，加快脚步带着路飞行人来到疗养院。在疗养院的门外，他们见到了性格怪异、一腔热血，无论做什么都会全力以赴的狮子毛皮族西西里安。他这辈子最讨厌各种各样天真的词语，一听到爱、温柔之类的词就要发飙打人，属下们都被他修理得很惨。这个狮子毛皮族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硬汉。旺达向西西里安介绍了路飞等人，西西里安冲上去就是一个磕头礼，恩人在上，受在下一拜。然而用很凶的口气说道：“哪个是船长？”路飞老实的回答：“我就是。”铁血硬汉西西里安猛冲上去，贴着路飞的脸就是一顿猛蹭，差一点给路飞的脸上擦出火花来。旺达带着路飞等人进到疗养院内，终于见到了佐岛国的国王白昼之王犬蓝公爵。这是一只超级大的狗子。据旺达所说，他与黑夜之王猫腹蛇老大都是国内最顶级战士。犬蓝公爵十分沮丧，强大的战士那可不是形容败者的词啊！正说这话，犬蓝公爵突然一眼瞄准了站在一旁的布鲁克，馋得国王口水直流。旺达赶忙上前阻拦：“国王，你要三思啊，这可是恩人哦！”犬蓝公爵擦了擦口水，感慨地说道：“犬蓝公爵对路飞个人表达了感谢，不仅仅是因为路飞的船医乔巴等人解救了国家，而且还有另一个致谢的原因。路飞凭借着自己的力量，鬼使神差地帮了这个国家很大的一个忙，将国家救于水火之中。所以犬蓝公爵对他十分感激。至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我们慢慢道来。”犬蓝公爵曾经与猫腹蛇掌柜一起出过海，见识过很多优秀的海贼，其中有一位就是现任四皇之一的红发香克斯。犬蓝公爵对香克斯印象深刻，因此一眼就认出了路飞头上的草帽。路飞很高兴，追着犬蓝公爵追问香克斯的事情。话题刚要开始严肃起来，没想到犬蓝公爵直接倒头就睡，谁叫都不好使，鼾声如雷，不理会任何人。佐岛国莫克莫公国有两位国王轮班治理，一个是白昼之王犬蓝公爵，一个是黑夜之王猫腹蛇掌柜。据说两人以前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结果后来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差，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几乎两人只要一见面，免不了一场厮杀。两人现在同为国王，势均力敌，为了不碰面，于是各自分割了各自的作息时间，轮流治理国家。现在是下午6点，属于白昼之王犬蓝公爵的时间结束了，犬蓝公爵只能休息。黑夜之王猫腹蛇老大要来了。不止犬蓝公爵休息了，据点的毛皮族也瞬间睡着。镇上的毛皮族都是白天活动，而森林里的毛皮族则是夜行动物。两个国王和国民们一直是以这样的风俗习惯生活的，就连之前的战斗也是这样。杰克与毛皮族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带着手下在镇上大肆破坏。
杰克手下的给付者们不仅拥有格斗技，各自还都有不同的恶魔果实，攻击属性加成，很快将毛皮族打退。镇上的居民无计可施，以旺达和加洛特为代表的毛皮族战斗兵团火枪队赶来对抗海贼们。接着，西西里安为首的犬蓝三枪手也加入战斗之中。有了这2队高手，杰克手下的给付者们显得不堪一击，很快被打散。杰克一见这帮人实在是太废，还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吧。杰克甩起大长鼻子，西西里安冲过来，杰克一鼻子将他击飞。这时从烟雾中慢慢走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大家定眼一看，居然是国王犬蓝公爵。